我爹是当朝太傅，他自小教我，读书人的风骨在于求真。我身体力行。幼宁，你看我这身新做的衣裙好不好看？显胖。好诗，太子殿下真乃旷世奇才。平仄不通，词草堆砌。就这样，我没了朋友，还被太子记恨上了。幼灵啊，太子现在恨你入骨，为父求了皇上，把你指挥给首辅家长子成金。他长袖善舞，你多给他学学怎么做人吧。就这样，我嫁给了程心。幼宁啊，进了咱程家的门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往后要和青儿好好过日子，早点开枝散叶。婆母，您肝火旺盛，恐有内虚之症，建议您平时少操子女的心，多喝菊花茶。夫君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爹教过，做人要诚实。夫君，你看，婆母眼底泛着青乌，鼻翼两侧还有这2颗隐秘的红豆，还有婆母刚才说话时气息微喘，这分明就是操劳过度导致的肝火郁结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大夫啊！幼宁真是个直爽的好孩子。母亲，这几日您为了筹备儿子的大婚，确实辛苦了。幼灵自有熟读医书，他方才那些话也是因为心疼母亲。幼灵，母亲的心意咱们得领。母亲，儿子这便差人去找大夫来为您把脉，您可得保重身体，这府里还指望您坐镇呢。罢了罢了，你们小两口能和和美美，我这当娘的比吃什么药都强。对了，金儿，你表妹柳儿近日也来了，说非要亲自给嫂嫂敬杯茶。柳儿见过嫂嫂，柳儿身子骨软，受不得风。昨日嫂嫂过门，柳儿未能去大门口迎接嫂嫂，还望嫂嫂，嫂嫂千万恕罪。小姐，您这就是忧思过度，怕少夫人怪罪，昨儿个半宿没睡呢。你确实病得不轻。面色苍白如纸，毫无血色。可是你的脖子却比脸黑了整整2个度。你这粉涂的太厚了，会堵塞毛孔，容易起疹子。还有，你既然说自己不能受风，就不要再穿这种轻薄透气的布料。去，拿件披风来给柳儿小姐披上。你瞧，这料子薄得连里衣的轮廓透出来了，风寒入体，你不咳嗽才怪。下次可要注意了。嫂嫂，你怎么能这般羞辱我？你哭什么？我这叫望闻问切，对症下药。讳疾忌医可不是好习惯，有病就得早治，拖久了对身体不好。小姐，你慢点儿。你这个夫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看看大夫怎么还不来！夫人，你这求真的本事果真名不虚传。多谢夫君夸奖。夫人，你快醒醒！大公子，夫人这是积郁在心，肝火极旺，急需清热降火，往后切忌动怒啊。那柳儿表妹那边呢？柳儿小姐脸上起了一层疹子，却是脂粉过敏所致，毛孔淤堵严重，需要闭门休养半个月，万不可再涂抹那些厚重的粉脂了。夫君，母亲可还安好？你们都退下吧。母亲无事。幽灵，我当真好奇，你这性子在太傅府是如何安然长到这么大的？我爹是太傅，他脾气大，谁敢惹我，他就拿戒尺打谁。
从小到大还没人能躲得过我爹的戒尺。我爹教我，求真才是真智慧。这二小姐又惹大小姐生气了。可不是嘛，大小姐已经气得一天没吃饭了。幼宁，我想通了，全府上下只有你不会奉承我。我换了裁缝，这套绝版医书送你了。李幼宁，你竟敢说姑的事评策不通！来人！殿下，臣女所言非虚，微臣今日便从这诗词驴林讲到殿下的治国之策。我爹在大殿上足足说了半个时辰，最后逼得太子写了3000字的罪己书，所以我在娘家一直过得很滋润。岳父大人为了把你嫁给我，可是送了我一幅前朝孤本的字画，他私下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好好教教你什么叫人情世故。唉，我懂人情世故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。人与人之间为何要绕弯子，耗费心神去互相猜忌？不如直接说破，这叫无内耗。我在这收府府里长大，自幼学的就是左右逢源，府内众人的那些心思，我岂能不知？累不累啊？只是碍于颜面，不好直接撕破脸皮。你说的对，绕弯子确实累。那以后在这府里有我看顾，你可以继续不内耗。长袖善舞的程公子长得确实帅。夫君，你靠得太近，挡着我吃核桃了。夫人慢用。夫君好手力，这核桃剥得真完整。哎呀，宁儿，哎呀，瘦了，我的宁儿都瘦了。是不是首府府的饭菜不合胃口？还是你成欺负我女儿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岳父大人折煞小婿了，小婿将幼宁视若珍宝，疼爱还来不及，哪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？哼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我这女儿心思单纯，不比你们程家人心里的肠子弯弯绕绕。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便拿着鲜黄色的打王鞭去敲碎你们家的大门。小轩必定会善待幼宁。妹妹，程金要是敢学那些纨绔子弟在外面养外室，你就捎个信，姐姐立刻带人去把他的腿打折。大姐放心，绝无此事。爹姐，你们看错了，我没瘦，我在首府府里过得挺好的，没人能欺负我。婆母现在在休养，喝菊花茶呛火，那位柳儿表妹也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，就是没人玩，有点孤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不愧是我林某人教出来的女儿，求知务实，直击要害。既然宁儿过得好，那老夫就放心了。走，回家吃饭。宁儿，其实为父早早把你指婚给程家，也是无奈之举啊。爹，你先前在宴会上那般得罪太子，为父是怕他日后万一登基，头一个就要拿你开刀。把你嫁到首府府，也是为了找个能护住你的人。他心胸狭隘，才疏学浅，根本不值得爹爹这般忧虑。上次他做的那首诗，我后来回去特地查了，那诗里有2句根本就是抄袭前朝一位无名氏的残卷。我只是觉得在那样的场合揭穿太不给他面子，所以我还没当面拆穿他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还打算找机会当面拆穿他？治学严谨，不容弄虚作假。他贵为当朝太子，更应做天下人的表率，岂能行此剽窃之事？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我林家的女儿，这身骨气半点没丢。岳父，明日皇家戏园有一场赏花宴，是太子亲自主办的，他邀请了京中所有刚成婚的新婚官眷。我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带幼灵去，毕竟太子那脾气，现在看来必须去。我太傅府的女儿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能做那缩头乌龟？成亲，你若是护不住她，这门亲事老夫随时可以退。岳父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保幼灵周全。有鱼刺。夫人，慢点吃，这就给你调。我爹总说皇家奢靡，今日一见，这戏院的每一块砖，仿佛都写着虚伪2字。快看，那就是林太傅家的那个丧门星林有钦，京城第一话题赚点，竟然嫁给了第一八面玲珑的程公子。大家都在等着看程公子能不能圆得回他捅下的篓子呢。
太子殿下有旨，请程公子与程夫人前往水宜聚。佑宁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交给我来应付。沈佑宁，今日有太子殿下在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臣成亲见过太子殿下。成亲，你这新婚燕尔可谓是春风得意啊，娶了太傅家的嫡女，连这西院的景致都衬得平平无奇了。殿下谬赞，托殿下洪福，臣不胜荣幸。幼灵，自上次诗会一别，本宫对你的直言不讳可是印象深刻。今日赏花，大家都在赞美这西院美如仙境，不如你再来评价评价本宫这西院的景致究竟如何啊？殿下这西院花确实是好看，只可惜种错了地方，也开错了时节。本宫为了今日赏花宴，特意请了江南的顶级花匠悉心培育。沈幼灵，你竟说本宫种错？牡丹性宜凉爽，最是畏惧炎热。如今已是初夏，按理说牡丹早已过了花期，可这盆花却开得如此娇艳。我方才进来时便觉得脚下生寒。殿下，为了让这些牡丹在初夏延后开放，您在这水仙之下挖了暗道，里面铺满了寒冰吧？难道真如他所说，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啊？当今圣上崇尚节俭，曾多次下旨罢免各地奇珍异草的进贡，可殿下却在这西园耗费巨资逆转40，只为一时赏玩，更有违圣意。放肆！你一介妇人，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议朝政！嫂嫂，您怎可如此不知好歹？太子殿下今日设宴，特意邀你前来，那是赏脸，你却在这里胡言乱语，生生扫了殿下的雅兴。你这般信口开河蔑视皇家，你这是要连累我们整个首府府一起受罚吗？你的脸还没好，你今日为了遮掩疹子，又涂了这么厚的铅粉，铅毒入血，毒性极强。照你这般涂法，不出3年，你便会牙齿松动，头发掉光，神志癫狂。你胡说！这可是我特意托人买的昂贵粉质，怎么会有毒？你少在这耸人听闻，你敢诅咒我！哎呀，我说柳儿今日的脸怎么白得跟鬼一样？原来是抹了剧毒的铅粉。快离他远些，他刚才说话还喷唾沫星子呢，别把铅毒藏进来。够了！沈幼灵，你3番2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妖言惑众，真当宫治不了你！来人，给宫拿下！殿下息怒，内子自幼熟读农桑医理，所言皆有医书可考，绝非妖言。他方才劝诫表妹，也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，才会口无遮拦。不过，臣昨夜在户部核对账册时，发现工部确有一笔用于修缮河堤的孔算去向不明。恰好这西院水榭的图纸，也是工部前段日子出的。天哪，这是赤裸裸的出言威胁啊！程大人说笑了，工部的账自然有工部的人去对。本宫这西院花的全是本宫的私库。殿下清明，臣自然是信的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水榭的事若传出去，难免惹人非议。臣想今日这赏花宴确有不妥。程大人说的是，今日本就是图个乐子，何必为了几盆花伤了和气？本宫今日特意准备了上好的云雾茶，大家不如品品茶，消消暑气。太子妃说的是，这茶用的是京城刚采集的荷叶露水，最是清香扑鼻。幼灵啊，你尝尝。娘娘当真风雅，这清晨的荷叶露水最是难得，须得几十个工人收集半日才得这么一小壶，寻常人家哪里品得到？这是在说我喝不起吗？娘娘，这茶确实是明前的新茶，但泡茶的水绝不是荷叶露水。你这话何意？本宫特意让人备下的清茶，难道还会欺骗大家不成？娘娘，这水里有一股极重的井底苔血味。若是今晨刚采集的荷叶露水，本该带有草木的清气与朝露的甘甜，而这盏茶入口却满是沉浮阴潮的迷心气。我猜是底下伺候的工人们懒得去收集露水，又怕耽误了娘娘的赏花宴，索性便直接打了冷宫那边的荒酒水来糊弄娘娘。冷宫那地方常年不见阳光，荒井水质阴寒，这井水若是不烧开了，饮之极其容易致人腹泻。哎呦，本官这肚子，老夫这肚子竟也疼得如刀绞一般，不行了，本官也憋不住了，让开！来人，
把这些欺上瞒下的奴才统统给本宫拖下去，重重的打，打死为止！娘娘饶命啊！奴婢知错了，娘娘饶命！殿下，娘娘，内子出来久了，身体乏累，臣先带她回府了。莫非他是在气我今日在水县里又拆了太子的台？夫君，你刚才在太子面前说工部账目的事是真的吗？半真半假，我诈他的。不过看他刚才那副见鬼的表情，工部这笔账肯定是有大问题。幼宁，我以前在官场上，别人说一句，我要在脑子里转18个宽。我从来没想过，原来当面掀桌子居然这么痛快。我早就说过，这样不内耗。且中医有云，情绪平和，气不瘀，火不生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有话直说，千万别憋着，否则容易肝气郁结，五脏不和。是夫人说的对，以后你想掀哪张桌子，为夫就给你递哪口锅。咱们一定要做到五脏调和。夫人，今夜我们是不是该把新婚之夜未完的事情做完了？夫君，你这腹肌练得不错，只是左边比右边小了一圈。你平时是不是习惯用右手提重物？建议以后多用左手，平衡一下发力，免得脊柱侧弯。我现在就向夫人证明，我不提重物，体力也足够平衡。大夫诚不欠我，经常锻炼之人。夫人，老夫人请您去正堂，说是要教您管家理事的规矩。哼，幼宁，你既然嫁入我们程家，就该担起主母的责任。这是府里这5年的账本，还有各处库房的钥匙。从今日起，府里的钟会就交由你打理。3日内，我要看你理出他头绪来。嫂嫂，这可是5年的账目，别说3天了，就算是给普通人3个月，怕是也看不完呢。5年累积的账目限期3天，确实听着像托付，实则像个下马威。况且这些大家族的账本，多半有见不得人的亏空。婆母，我是性子直，不是傻。行，我接了。既如此，你便好好理。若理不出来，也不必逞强，到时候还是交还给我。婆母，您昨夜没睡好，肝火又上来了。嫂嫂如今管家，还是先操心账本吧。姑母的身子自有我照顾。你脸上的疹子还没好全，少说话，免得面纱里闷着热气，发炎流脓。我们走。去帮我把算盘拿来，我就在这正堂里算账。是夫人。夫人，您这账本翻得比咱们账房先生还快，当真能看清吗？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查太傅府的账，对数字极其敏感，这点账目还难不倒我。这一股全都流向了柳儿的院子，红宝人头面、蜀锦、燕窝、香料、脂粉，连他屋里一张紫檀小鸡都是走的宫中账，而另一股则是流向了婆母的娘家，药材、棺木、旧宅修缮、田庄补漏，还有几笔给佃户发冬衣的银子。柳儿院里这些东西是婆婆亲自吩咐买的，还是柳儿自己来织的？夫人明鉴，有些是老夫人赏的，有些是柳儿姑娘说老夫人已经应了，让奴婢们先记宫中账上。那婆母娘家的这些呢？老夫人是怕娘家那边撑不住。柳儿的是贪，婆母的是难，两码事儿。带几个手脚麻利的婆子去柳儿院里。夫人，您这是拿宫中银子买的东西，当然要搬回宫中。嫂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天启3年，购入红宝针头面1套，计800两；天启4年，购入蜀锦20匹，计1000两；天启5年，购入金蕾丝嵌珠步摇2只，计600两。把这些用宫中银子买的东西全部搬出来，去填库房的窟窿。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放手？那都是姑母赏我的。你姑母自己娘家都快揭不开锅，哪来的闲钱赏你红宝人头面？宫中的钱是用来维持首府府运转的，不是给你充门面的。你若真心疼婆母，就不该一边哄她说自己孤苦无依，
一边用他的心软舔你的脂粉杯。你胡说！嫂嫂，你太过分了，姑母最疼我，你这样欺负我，姑母不会放过你的。幼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她一个孤女，寄住在府里够可怜了，你还要如此逼她？姑母，嫂嫂说我贪宫中的钱，还说您娘家快揭不开锅，说我连您的难处都不顾。这句话我确实说了，但我没说错。表哥，你要替我们做主啊！嫂嫂要把我赶出去，她还当众羞辱姑母。左边是柳儿的，右边是婆母的。母亲，儿子有几句话想单独同您说。你也要来审我？不是审，是请母亲歇一歇。柳儿院里的东西，凡是宫中账上有记录的，全部登记造册，搬回库府。表哥，表妹若有异议，可以把这些年支走的银子一笔笔还回来。至于表妹，首府不是没有容人之良，但也不是养闲人的地方。等母亲这边理清楚，你便回老家去。母亲，先同儿子进去。夫人，这账本上记了这么才亏空，一笔款算下来，可真叫人心里发冷。账本是冰冷的，可人不是。夫人，咱们不走吗？原本是不该偷听的，奈何我这耳力实在太好，况且这大门也没关严实。母亲还记得儿子小时候，父亲整月不在府里，前院后院都是您一个人撑着。那时候儿子病了一场，满府的人都慌，是您抱着我坐了一夜，我一直记得。你竟然记得，如今却为了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儿当众下我的脸。儿子不是为了下您的脸，儿子是怕您再这样熬下去，迟早把自己熬坏了。说得好听，你如今有了媳妇，自然觉得我这个母亲碍眼。母亲，您这些年贴补娘家，儿子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。那你为何先前不来拆穿我？因为您每一笔都留了账。您若真是贪，不会把账做得这样明白。药材、棺木、修宅、东医，您从来没往自己头上多拿过一文。可柳儿不同，她借着您的名义从宫中支银子，支完又让您觉得是您必须护着她。母亲，您不是在管家，您是在被她捆着往前走。我知道他有些小心思，可他毕竟是我娘家那边的人。我娘家如今败了，能来往的亲人越来越少。你父亲整日忙于公务，这府里的人敬我是因为我管着重病。可等你娶了妻，等幼云接手这个家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还剩什么？您还剩儿子。母亲，您不是要这个家，您是怕这个家不再需要你。夫人，您叹什么气啊？可是觉得老夫人哭得伤心。中医有云，肝主疏泄，喜调达而勿抑郁。婆府这哪里只是肝火旺，分明是憋了太多年气血在了心口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大公子他……母亲，幼林说话直，可他没有把您的账和柳儿的账混在一起，他分得清，儿子也分得清。那你如今想如何处置我？儿子不处置母亲，若您愿意，去家庙住一阵子吧。你还是要赶我走？不是赶，是谢。您为程家撑了半辈子，总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柱子，可柱子撑久了也会裂。家庙清静，没有账本，没有柳儿，也没有父亲那些前院后院的事。您去那里住些日子，养好身子，想回来便回来。儿子到时候亲自去接你。那柳儿呢？她不能再留在府里。她若真无依无靠，程家可以给她一份体面的嫁妆，送她回老家择人嫁了。但她不能再拿您的心软当梯子。我知道了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你倒是诚实。这是疏肝养神的方子，配着菊花茶一起用，比单喝菊花茶有效。婆母，我嘴是直的，可我开的药是真的。你这张嘴，迟早要气死人。若按您目前的脉象来看，气死人的可能性不大，
气晕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我去家庙住一阵子，柳儿也送回去。姑母，你不能不要我，你说过我是你最疼的人啊！柳儿，我护了你几年，已算全了亲戚情分，往后你该过自己的日子了。来人，将表妹扶下去休息，好生看管。其余人等立刻整理她的行装，不得有误。母亲娘家那边的账，我不打算追讨了。不过往后我已重新立了规矩，若娘家那边再有需要贴补的，一律走我自己的私账，绝不准再动用宫中一分一毫。做人固然要求真，可求真不是要把所有人逼到绝路，求真是要看清楚这府里谁是贪，谁是怕，而谁又是真的难。幼宁，府里的中费从今日起就正式交给你了。婆母放心，我会管得很好。还有，往后在府里少气静儿。他脾胃不错，暂时气不坏。舍不得，舍不得，舍不得也可以让他走。人有时候离得远一点，心思淡了，气血反而通畅。天天凑在一处，难免相生相克。夫人这是在安慰我。算是。那为夫心里此时确实是通畅了许多。通畅了也别大意，你现在还需要睡一觉，长途奔波又肝气混滞，再不休息，仔细天藤套发作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爹，这几日前朝的事是不是出什么大乱子了？自打西苑那日过后，东宫便安静的出奇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狗不叫的时候，多半是在准备咬人。岳父大人所料不差，果不其然，今日一早，朝堂上便有几位御史接连递了折子，本本都冲着我们来。这第一本是参我大林太傅教女无方，纵容女儿在西苑抹视皇族，败坏礼法。第二本是参诚心，说他邪气干政，借妇人之口构陷储君，妄议工部账目。这第三本写的最是阴毒，说太傅府与首府府联姻本就是结党之举，如今又借着西苑之故，故意搅动朝局，居心叵测。不仅如此，庆家公在内阁推行的那几项新政，如今全被卡在各部，动弹不得了。确实，今日户部尚书在朝上当众哭穷，口口声声说国库紧张，账目需重新核验，卡死了新政的拨款。工部那头也跟着附和，推脱说河堤修缮一事牵扯甚广，目前还不可轻动，这明摆着是在借题发挥。太子这一招倒是聪明，他没有在西苑跟我们争一盆牡丹，而是回过头来直接将我们两家架到了结党乱政的位置上。幼宁，气死我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最近这京城里传起了好多难听的闲话，他们说幼宁克夫，还说你离间皇室父子是不祥之人，还说诚心新婚之后性情大变，都是因为被你蛊惑了。这也能扯到我？我若真有那般蛊惑人心的本事，第一件事应该是去蛊惑他们，将时间用来多学些本领。实在不行，我今晚就去把那太子的腿砍了。大姐冷静，刺杀储君是诛九族的大罪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手里虽然有他贪墨河堤款的证据，只是还不够致命。皇帝毕竟还是偏心太子的，若没有能一击毙命的死证，皇家只会重重提起，轻轻放下。太子是不是有了一个叫红绡的武姬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是有这么个传闻，红绡曾是教坊司明藏一时的武姬，太子对她确实喜爱的紧，但这顶多属于私德有妾，纵然御史台知晓了，也只能参他一个刑处不端，根本扳不倒他。我前几日听户部尚书的夫人抱怨，说他家老爷最近总是在深夜出去，每次回府都带着一身不知名的脂粉香气，嘴里却还找借口说是在替殿下办事。我早就看穿了。那夫人还说他派人偷偷跟着，瞧见他家老爷去的是西城的一处别院，好像那红叔就被养在西城了。户部尚书是太子的人，他一个掌管国库拨银的重臣，深更半夜避人午目去见一个舞姬，绝非寻欢作乐那般简单。他们定是在西城别院密谋。怪到户部的账目与工部的西院图纸处处对不上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那别院里一定藏着太子卖官运官的铁证和账本。
既然找到了西城别院这个突破口，剩下的搜查证据之事交给夫君和我爹去办最为稳妥。至于我，自然要发挥我的特长。哎呦，程夫人，您这会儿怎么进宫来了？陛下这会儿正为前朝的事烦心呢。您瞧，公公，反抢通传，臣妇有要事求见陛下。还好我有着太后赐的令牌。有宁，若是因为太子参奏你父亲林太傅娇女无伤的事，朕自有决断，断不会偏听偏信。皇上，臣妇今日前来，不是来替我爹求情的，臣妇是来告状的。哦，你倒是个胆大包天的，说说看，你今日拿着太后的令牌闯进来，又要告谁？我爹常说，皇上虽然老了，但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骗他。臣妇告太子：一告他欺君罔上，二告他贪赃枉法，三告他不孝不悌。陛下恕罪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！大胆！你可知污蔑储君是何等株连九族的大罪？皇上，太子在西园修建暗道，用的是工部修河堤的银子，臣妇的丈夫早已核实，证据确凿，此乃贪赃枉法。太子之前在宴会上做的那首诗根本不是他写的，而是抄袭前朝残卷，他用别人的才华来换取您的夸赞，此乃欺君罔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上个月您的万寿节，太子献给您的那尊玉雕观音，里面是空心的，塞的全是劣质的边角料，真正的极品玉石早已被他拿去私下变卖，填了西城别院的私账。陛下，您说这算不算不孝不悌？证据在哪儿？这是臣妇夫君和我爹连夜从西城别院搜出来的铁证，皇上一看便知。哼！孽子！你这丫头胆子大的能通天，你就不怕朕一怒之下连你一起杀了？我爹从小便教导我，读书人的风骨在于求真，皇上是天下之主，心系万民，更应该听一听这世间的真话。臣妇今日就算死，也必须要把这实话出来。你爹交了个好女儿。皇上信了吗？信了一半，够了。夫人何出此言？人身上长火疖子，不到红肿发脓是挤不出来的，如今火候差不多了。夫人这是把当今太子比作火疖子？还是很大的那种。父皇，儿臣知错，那西苑行宫奢靡私借兵士一事，确是儿臣失察，纵容了手下奴才胡作非为，儿臣识人不明，甘愿受罚。可那贪墨河堤公款，私设别院蓄养武姬，甚至私卖官爵等谋逆重罪，儿臣万万不认。儿臣便是粉身算骨，也绝不担这莫须有的罪名。殿下这是要反咬一口啊！晋升，且看陛下如何生财。定是诚心与沈太傅暗中结党，忌惮我东宫势力。他们刻意伪造了那些账册信件，甚至无耻至极的借用沈幼龄一介妇人的嘴，在父皇面前肆意污蔑构陷儿臣。父皇，他们此举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公理，他们是在构陷储君，意图动摇我大圣的国本啊！恳请父皇圣明，彻查程家与沈家，还儿臣一个清白。启奏陛下，东宫管事在店颇长贵，口称有罪，求见陛下。陛下开恩啊！那西苑行宫之中的暗道与兵士，皆是老奴自作主张，为了讨好殿下而私下督造的。殿下终日忙于政务，对此当真一无所知啊！老奴该死，求陛下莫要连及殿下。陛下，臣等有罪。那西城的别院其实是臣等私设，臣等为了巴结权贵，才私下打着太子的旗号，在别院蓄养武姬红绡。太子殿下光风霁月，却是被臣等蒙蔽了双眼啊！瞧瞧这脱罪的顶缸替死鬼，来得可真够快的。可不是吗？可那贪墨与卖官乃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谁敢出来认？陛下，既然如今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，不若先将这几位主动认罪之人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若能审出实情，或许真能还太子殿下一个清白。准奏，将认罪之人即刻打入大牢，退朝。今日朝堂之上，那东宫的管事把私挖暗道的罪全顶了，还有2个官员主动出来认了蓄养武姬，可那贪墨和卖官的事
却愣是无人敢认。夫人倒是一点不急。急有什么用？太子谎话编得再圆，也遮不住实底。只要那脏了的骨子还在，他总有露馅的时候。最重要的是皇上，太子到底是他疼爱多年的亲儿子，为人父者一时下不去狠手，舍不得要了儿子的命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那夫人觉得眼下该如何是好？这治国治家与治病是一个道理。太子如今之事，就像是人身上长了的一颗火鸽子，若是不等到他彻底红肿发挪，是万万无法根除的。在彻底除根的过程中，总要经历一些疼痛与折磨，只有等那痛楚到了极致，皇上最后才能狠得下心，将那最脏最臭的脓血一并给挤出来。夫人通透，字字玑珠，将皇上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。看来是时候在皇上面前再添一把火了。陛下，臣深夜冒死求见，只因截获了太子写给藩王吴刚的私密信件。太子狂妄，竟在信中许诺，待他登基之后，便割让边境城池给吴刚。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吴刚的亲信此刻就藏匿在太子府内。若想人赃并获，不给太子狡辩的机会，还需前往太子府一探。太子府守卫森严，若无凭无据带兵搜查，岂非打草惊蛇？陛下放心，臣已有万全之策。为此，臣恳请陛下赐臣御林军一用。太子殿下，放肆！何人敢在太子府前喧哗？殿下，您上次那首诗抄的实在不好，平仄不通也就罢了，连前朝残卷里的错字都一并抄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太傅家的千金程大公子的心腹吗？他怎么敢在太子府门口嚷嚷这些？抄诗连错字都抄，这太子的才名怕不是编出来的吧？还有西岳牡丹，初夏强行用兵蓄花气，劳民伤财，有违圣意。万寿节您献上去的那尊玉观音，更是外好内空。太子您献礼也像做人，只有壳子好看。林有熙，你真以为本宫不敢杀你？殿下，您现在面色清白，眼下浮肿，说明昨夜没睡好。殿下不妨猜猜我们昨晚发现了什么？吴刚的亲信怕是已经到你府中了吧？吴刚是谁？吴刚那不是镇守边疆的藩王吗？天爷呀！太子府里居然藏着藩王的人，这可通了天了，大事啊！藩王！殿下，您若是不心虚，不妨大开府门，让大家伙进去瞧个明白。若府里没有吴刚亲信，也没有丝质龙袍，那臣妇今日便当众给您跪地赔罪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妇给本宫拖进来！太子抓人了！太子在府门口抓人了！太子把程首府家的夫人强行拖进府里了！太子府里藏了造反的宝贝，要杀人灭口了！闭嘴，都给本宫闭嘴！本宫何时抓他进府了？你们听本宫说，本宫没有！太子殿下，还请将内子交出。成亲，你眼睛瞎了吗？那奸夫刚刚跑了，本宫还想去你首府府兴师问罪，你倒来得快。方才百姓亲眼看见内子被太子府侍卫追赶，臣救妻心切，还请殿下见谅。你敢搜本宫的府？臣奉陛下旨意行。拦住他们，给本宫拦住！派人下井。下面有安门。那是本宫专门献给父皇的。夫人可伤着？没伤，就是跑得不够快，说明我平时缺乏锻炼。
太子殿下，您这谎撒的不好。你又想说什么？诸位可看清楚了，这袍身通常4尺整，肩宽1尺8寸，腰围2尺7寸，袖长3尺3分。而当今圣上身量微和，肩高5尺3寸。太子，你不过4尺5寸，长得矮就算了，连撒谎都不会。这龙袍分明是按你的身形做的，还敢说是献给陛下的？林有幸，太子殿下，请随臣入宫面圣。陛下，臣已将太子府搜出的密信、账册、龙袍一并呈上。内子方才在太子府门前也当众量明了龙袍尺寸。内子言，圣旨身量微额，增高5尺3尺，而太子不过4尺5寸。这龙袍的分寸极配合殿下的身形。父皇，儿臣是被陷害的，是诚心和林太傅，是他们合谋陷害儿臣啊！陷害！那玉观音是他们替你掏空的，那吴刚的亲信也是他们替你藏进府里的，还有这件龙袍也是他们按着你的身上特意替你做的不成？传旨，废夺太子储君之位，幽禁宗人府，命车骑将军即刻前往藩地，将吴刚押回京城审问。奴才遵旨。今夜这动静，京城怕是无人能安眠了。听闻太子不仅私通藩王，连龙袍都私下做好了，这通天的流言一早便传得满城风雨了。昨夜，太子府被围了整整1夜，外面那些太子意图篡位、私通藩王的流言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。不过我觉得这些流言传得再邪乎，流传最广的应该也不是这些。哦，那夫人觉得流传最广的是哪一句？太子不过4尺5寸。哈哈哈哈哈！幼灵来啦，快来看看我种的这些菊花，是不是比你上回说的那几种还精神？婆母，这土太湿了，菊花怕涝，根部已经有些发黄了。您再这么浇下去，不出10天，根就要烂了。还真是，我光想着让他们喝水，倒忘了菊花的脾性。幼灵，你教教娘，这花该怎么养？您把这盆搬到那边去，半日照就够了，7天浇1次，别让盆底积水。母亲，你以前可是最烦幼宁说话直来直去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娘我在这庙里住了1个月，没人跟我弯弯绕绕，心里反倒敞亮了。幼宁说的是实话，听实话有什么不好？比那些当着面夸你花养得好，背地里却说你花都快死了的人强多了。夫人，你厉害，我娘都被你治得服服帖帖了。人与人之间最省力的相处方式，就是一开始就把真话摆在明面上。婆母以前身边太多只说好话的人，她被那些话蒙了眼，现在没有了那些人，她自己就能看清了。幼灵，以前是娘糊涂，总想着让你改，现在娘明白了，你这性子才是难得的好。以后这守佛府你放手去管，谁要是敢说你的不是，娘第一个不答应。婆母，您这1个月气色好了许多，眼底的青乌退了，鼻翼2纹的红痘也消了，看来清心寡素确实比喝菊花茶管用。您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，把身子彻底养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程老弟，我以前以为你是个只有嘴皮子功夫的面团，没想到你干起事来这么利索。哥哥敬你。姐夫谬赞了，我干杯为敬。灵儿啊，爹没看错人，程金确实是个好归宿。岳父大人说错了，不是我包容幼宁，是幼宁治好了我的病。我在这名利场里戴了太久的面具，每日虚与委蛇，是幼灵教会我，人生苦短，不需要绕弯子。夫君，你喝多了，你现在的脸比猴屁股还红，肝脏解毒功能正在超负荷运行，建议立刻去喝1碗醒酒汤。好，夫人说喝，我就去喝。